如果说有一款游戏提高我对游戏设计的要求，那巫师3绝对完美的做到了。也就是因为被它养大了胃口，才让我在之后的2077中有着如此大的落差感。你要确定这两款游戏是同个制作组做出来的吗？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这丝毫不减这个传奇工作室在我心中的印象。再重来一次，我依旧会选择相信他们。在首发当日，一马当先的冲到夜之城当中。话说回来 ，CDPR 对于游戏的热忱还是有目共睹的。在他们推出每一个作品中，都可以看到他们对这家游戏的热爱。不管是旧爱巫师3部曲系列，还是新菜电狱判客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之处。如果没有被邪恶力量入侵的话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起家其实和博德之门这个 IP 有着莫大的渊源，可以说博德之门促使他们成长成现在如此成熟的 CDPR， 用游戏来传达他们梦想的理想，并且影响了无数的人。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？那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潜力无限的工作室吧。游戏作为一个冉冉上升的艺术媒介，被越来越多玩家和媒体誉为第9艺术。作为一名玩家，一定有一款游戏在你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游戏，不对，要换一换 slogan 了。没有这些工作室，就没有这么优秀的游戏诞生。他们为玩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回忆的感动。欢迎收看游戏印象，每一期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每个游戏带给玩家们的印象。如果你也享受游戏的话，欢迎按下订阅按钮，加入我们，与我们一起分享你对每个游戏的印象吧。Cyberpunk 2.0 的推出就足以证明我们永远可以相信 CDPR， 这个可以算是对游戏半重做了免费更新，没有辜负玩家对他们的信任。如果换做其他工作室，可能就是会说有些人玩就好啦，钱我是赚到了，你们的意见我采纳了，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。 Name a game you're proud to have. 100% completed. Hey Ubisoft, why don't you name a game you have completed at 100% before releasing it? 对游戏这么有爱的态度，其实是维持了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接触游戏的初心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这之前，作为创立者之一的 Marcin Iwinski 和我们大多数人刚接触游戏时一样，是被盗版游戏启蒙的。在当时，由于被当地政策影响，在波兰是很难有机会玩到知名的西方游戏大作的。在1994年的波兰，两位充满热忱的游戏爱好者 Marcin Iwinski 还有 Michał Kaczynski 创立了 CD Projekt，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是搞游戏开发的，而是专门从美国进口游戏，并且在波兰分销，可以说是为杜绝盗版游戏、提高玩家意识献出绵薄之力。随后也致力于为各种知名游戏做波兰语本地化，其中他们最看好的就是《博德之门》，一口咬定这款游戏一定会在波兰发光发热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他们对游戏的眼光是相当的犀利的。仅仅是第一次尝试就非常的成功，销售量力压当时几乎所有的游戏。持续这样的模式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发现做一个游戏分销商并不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，他们真正梦想是创造属于自己的原创游戏，直接就把目光锁定在他们从小就喜欢的巫师小说上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造神之路。来了，史上最伟大的 RPG 之一《巫师3部曲》，要缔造这个传奇的过程其实并不简单，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，例如技术问题、资金、版权问题等等，但是无一都被他们对游戏开发的热情给解决了。于是乎在03年正式和萨普科夫斯基达成协议，正式着手开发《巫师首部曲》。他们甚至不得不在一个地下室工作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办公室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坚持了下来，随即在07年正式面世，在欧洲、北美地区广受好评，卖出了超过200万份，并且获得了很多奖项和好评，为 CDPR 打下了稳定的基础。首部曲的成功也让无数玩家无比期待 CDPR 可以再发布续作，延续这个系列。一个在09年泄露的续作片段就让玩家热血沸腾。当然啦 ，CDPR 没有让玩家的期待落空，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成绩展现了他们在制作游戏上的用心程度。仅在首年就销售了超过170万份，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计划要自己研发游戏引擎，并且实装在巫师3中，将其命名为 Red Engine。
Red Engine。Red Engine 当初研发这个引擎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家研发游戏能上到更多的平台，减少一些抽成。如果能力允许，用这家引擎开发游戏绝对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坚持使用这个引擎对他们之后带来多大的灾害。说远了，在开发了巫师2后，他们终究还是遇到了瓶颈，他们遭遇了许多糟糕的财务纠纷，还几乎濒临破产。但是他们还是挺住了，为 Engine 开发并打磨完成。那个在很多玩家心中有着传奇地位的巫师3来了。为了这款游戏，他们牺牲了本该可以赚到的利润，把资金都放到游戏画质、质量、功能的性能上，开发耗时3年半，成本甚至达到8100万美金。而这些质的飞跃让巫师3无缘上架到更久以前的主机平台，将利润最大化。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以最好的样子面世，他们拼了。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。游戏首发仅仅6周就收回前所未有的利润，销量达到600万，为工作室在2015年上半年赚了6250万美金，这是利润哦，还要减到成本，而且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和赞誉，其中包括250多个年度游戏的荣誉，也让 CDPR 的声誉和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，被认为是史上最好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，甚至被波兰总统表扬和赠送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，也是为国争光了。终于来到了我又爱又恨的，继巫师3部曲完结撒花后，CDPR 火速开启了他们另一个梦想项目《电狱判客2077》。改编是另一款传奇桌游《电狱判客2020》，CDPR 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来开发这部游戏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心血，致力于创造出一个能超越巫师系列的杰作，一个能够让玩家完全沉浸在其中的开放世界。Keanu Reeves 来出演 Johnny Silverhand 这个游戏中最重要的角色，是 CDPR 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让玩家期待的游戏。有哪个男生可以拒绝得了电狱判客魅力？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是 CDPR 每一个新作品都想要把自己超越的决心。这部游戏发行所带来的缺陷，以及游戏在这平台上的表现不佳，让很多玩家感到失望，也让 CDPR 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。CDPR 为此道歉，并且承诺修复这些问题，并且提供了退款、免费的更新。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完全平息玩家们的不满，也面临了一些法律诉讼和监管调查。电狱判客2077成为了历史上最具争议和分歧的游戏。详细内容可以点击影片上方的链接观看我们专门讨论它的一期。CDPR 一直坚持他们对游戏品质、玩家体验、创意自由、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高标准和要求。比起做一些平庸和商业化游戏，他们想做一些有深度、有意义、有灵魂的游戏，主打一个问心无愧，不受限于任何框架或规则，不成为资本的奴隶，是他们将要奋斗的事情。虽然这件事做起来很难，CDPR 也一直寻求突破，在游戏的世界里面没有极限，用尽他们所有让玩家沉浸在最真实的游戏世界当中是他们的目标。他们也是少数以玩家至上为目标的工作室，这些都可以在他们如何处理2077公关灾难行动上看得出来。一开始真诚的道歉，默默的不断提供免费更新和补丁。我相信作为一个玩家，都绝对感受得到他们的用心，每一个他们塑造的感动故事、角色、世界观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对游戏的用心。尽管他们遇到这么多的阻碍，接下来他们已经制定了未来的一系列计划，也吸取了2077的教训，采用虚拟引擎5来开发未来所有游戏，其中就包括了回归初衷的巫师重制版，被称为 Project Hada 的原创 IP， 暂定为 Project Orion 的电狱判客宇宙续作，巫师宇宙新3部曲的第一作，以及一款巫师宇宙全新多人游戏。相信我，他们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超越以往的所有作品，就让我们期待 CDPR 再创辉煌吧。好啦，这期的游戏印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这期游戏印象的观众们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留言告诉我你对 CDPR 的爱恨情仇吧。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观看我们对其他游戏的印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